哇，阿爷又打压腾讯啦，腾讯的 APP 全部下架，年底都不能更新啦，死啦！哇，出年3月1號開始，支付寶、微信支付冇得用啦，死啦！788，我嘅騰訊要唔要止蝕啊？遲一點啊，大陸要推出這個數據稅啊，騰訊死定啦！哎，我還是要止損啦，你說不止損能嗎？大家好，我是788張志雲，今天我會給大家分享我對騰訊這隻股票我的投資看法啊。如果你對這個騰訊有興趣的話，一定要留到最後啊。就算你對這隻股票沒興趣，也記得留着，因為我會像其他的視頻一樣，給你分享散戶經常會犯的錯誤和如何我們可以提升我們的投資回報。順帶一提，在這個頻道裏，我會經常分享我投資了28年的投資心得，所以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那就不會錯過任何有用的資訊了啊！如果你對其他的股票或者課題也感興趣的話，歡迎大家留言，有足夠人有興趣的話，我也會再拍一個視頻來解答大家。好了，我們現在來看一看幾個新聞啊。騰訊最近呢真的是好多的新聞，在11月25號的時候，我們一看這個標題啊，騰訊又在受監管了啊，而且呢，哇，要求暫停騰訊的 APP 更新啊，然後呢，好奇怪，騰訊的股價不跌反而升啊，好像是提防另一件事情後續在後頭啊。大家可以看到，傳媒一般來說，他們的標題都會是標奇立異，找我們的這個關注點啊。我們一看之後，是不是啊？哇，又在受監管，好像是很負面。但是呢，哇，股票不跌反而漲啊，到底什麼事情呢？為什麼這麼不好的事情股票不跌反而漲呢？其實我們來看一看具體的事情啊。其實這昨天晚上這個騰訊的這個視頻已經出來了，它的股價已經跌了3%了啊。後來呢，收市的時候反彈了一點點了，人家還是過度的恐慌、過度的反應，使得它股票跌了3%之後，已經開始反彈了。到收市的時候只有跌了1.9%啊。但是呢，這個反彈啊，這個過程還沒有完成啊。其實我們看到啊，很多時候我們一看標題，一看這個新聞，人的本性自動就會去有個反應，哇，恐懼。特別是恐懼的時候，我們去拋售啦，快點走了，要逃生了，要逃跑了，對不對？怕虧錢啊，這個恐懼怕的事情啊，這個力量要遠遠比我們貪心要賺多點錢要多。所以恐懼來的時候，一下子跌了3%，後來呢，好像沒這麼差，人家看看具體沒這麼差，是不是漲回到1.9啊？就只跌了1.9啊。到了今天早上再漲多1%，所以這個標題是不是誤導的啊？好像哇，這個壞的消息股票反而漲，其實因為昨天一下子過度恐慌，所以今天早上又漲了1%啊。所以我們看完之後覺得啊，這些標題啊，就是經常讓我們輸錢的，就是看了標題之後馬上去做買賣的投資決定的話，大多數時候會輸錢的啊。我們繼續來看一下，其實呢，它9款產品呢真的是有問題啊。這個當然我以前做過軟件，對吧？做軟件的時候不光是要把所有的這個 bug 拿掉啊，還要怎麼樣去符合所有的規定啊，這個可能會做漏掉，對吧？所以做漏掉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呢，他經常啊，最近呢有9款東西違規啊，沒有符合所有的要求，對吧？所以呢，有4次被公開的通報，有人去通報啊，所以呢，他是違反了一些啊，比如說2021年信息通信業行風糾紛的相關的要求。所以如果經常出錯的話，沒有自己監管好的話，那如果有關的政府部門說，哎，下次你做之前先讓我們看一看，看了覺得沒問題了再給你出去這個出版，對吧？這個其實是很正常的啊，政府來幫你監管一下，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們一看啊，剛才那個標題是又被監管，是不是好怕人啊？其實很正常啊，你沒做好，你做了之後有漏洞在後面，政府當然要監管了，對吧？就像我們吃藥一樣，也要 FDA approval 啊，我們打的針也要有臨床實驗。那現在的數據也是越來越重要，那政府要來監管一下，要來看一看，很正常的事情啊。那為什麼大驚小怪把股票去拋售，把股價去下跌呢？
好了，看下一个新闻了啊！哇，阿里、腾讯好大鑊啊，这是好大祸临头啊！为什么呢？你看啊，人民银行，这是中国中央银行说，明年3月1号起，微信、支付宝收款码不能用于营业收款了啊！好像是哇，真的是大难临头了啊！给他的标题说好大鑊，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马上这个股票就又跌了3%了啊！跟刚才那个新闻是另外一个，所以它是跌了之后又跌了3%，对吧？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新闻啊？第一个。他说的是个人收款的二维码条款码，对吧？我们知道呢，我们每一个人个人都可以打一个二维码去收朋友的钱啊，个人转账啊，朋友转给我们，家人转给我们，我们可以收款，对吧？但是呢，如果把这个个人转账的二维码收款的二维码用在业务商业的行为里面，用在公司卖产品里面呢，就有问题了。这个是一向有问题，为什么？第一个，税收有没有可能逃税了啊？第二个，有没有可能是洗黑钱了？第三个，有没有可能公司卖的产品是公司的，结果呢，我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你打到我账号里面这个贪污腐败了，对吧？背后是很多问题的。所以这个通知其实重要的是防止人家的公司的产品销售变成了我个人或者是另外一个这个二维码收款了是防止大家会这个违法的被出租啦、出借啦、出售啦等等违法的行为。我觉得这个违法行为本来就不应该做的，是不是啊？他现在给你有3月1号。有这么多5个月的时间去办好手续，就以后公司的收款不能再用个人的收款了，这个是正常的，对吧？在美国的话，老早就说你是逃税了在香港的话也是你把公款拿到私人来了，对吧？所以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新闻的标题看到好像又是大难临头了又死定了，对吧？所以我们整天好像听到人家好像有个概念，就是阿爷跟我们有仇跟投资有仇又打压了，全部放弃中概股不要再看中国股票吧，对不对？有年初的时候中国股票这个经济发展了前景了，看好未来了，到现在一听到又阿爷又打压了，又跟我们的投资者有仇恨了，对不对？好多人都很悲观我们再来看看再下一个新闻至少有9个国际的国企就是大型的中国的企业传限制员工用微信。哇，我一看留言区他们说特朗普都没把中国的软件打压死掉，哇，现在是自己搞自己中国中国政府搞了自己死掉了，对吧？第一个，国企不是中国政府第二个，中国的企业同时当然是微信出了点问题同时呢觉得他们开始警惕了如果真的是用这些软件，微信的软件群组里面讨论公司里面的高度秘密的 sensitive 敏感的新闻的话，有可能被人家窃听，对吧？我们都知道有可能被人家黑客进来这些我们平时个人用的软件，他们的防毒防黑客的这些安全性不是做得这么好的，对吧？腾讯自己也承认，所以呢，腾讯也说到了世界各地许多的公司正在转向企业软件，以满足他们的内部的交流。我在20年前在美国的公司打工的时候，已经是要用 Lotus Notes 这些企业软件，而不是随便用一个免费的软件了而这个腾讯也有 WeCom这一个企业的软件作为解决方案，对吧？所以腾讯自己也有这个WeCom甚至这个新闻可能是对腾讯更加好的，因为微信是免费用的WeCom 企业软件可能还要收费的，是不是所以本来是一个 common sense 一个常识的企业管理的一个安全措施对腾讯来说也可能是好的，但是我们的普通的人一知半解的话，又看那个新闻的话，
大家去看看留言啊，看看评论啊，都是悲观的。哎呦，好像自己人搞自己人啦，死定了等等等等啊。腾讯也承认啊，这次呢很多的问题出来了之后，现在是一个过渡性的行政指导措施，所以这个过渡性的不是永远打压啊，他没做好，给他有一段时间过渡性啊，以后全部做好了，对吧？这些过渡性的又会再取消掉，所以我觉得完全是合理的，对啊。但是我们的新闻媒体炒作，使到大多数人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哇，又被打压了，又不好了。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腾讯的股价啊，所以呢不断在跌下来，最近这一次呢，这些新闻出来之后又跌了3%啊，每次好像有一个新闻出来就跌3%，对吗？我们也看到了腾讯从最初年初的时候600多700块呢，跌到现在只有460多块了，跌的是好多的。很多人以前很喜欢买腾讯，因为以前腾讯是香港港股的股王啊，在过去的10多年呢涨了1000多倍，对吧？但最近啊，好像是哇，这么不断的被打压，那腾讯到底还能投资吗？我们从技术分析来看的话，它其实呢，现在啊是有个支持位，但是只是一个很弱的支持位，有这么多的负面的新闻，自不然会对很多人的一个心理情绪呢会有一个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支持位很有机会会被破掉，会往下跌，所以短期内这个腾讯的股价会有很多的影响，对吧？但是呢，我们要看长远一点，因为作为一个投资者的话，我们看的是5年后、10年后长远一点。短期内谁知道明天有什么新闻了，有什么假新闻了，对吧？或者是市场怎么样去这个 interpret 解读这些新闻了但是我们看长远一点的话，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元宇宙的阶段信息年代到了 VR、AR， 还有整个元宇宙的世界里面，腾讯可以说是在中国的股票里面在香港上市的股票里面，或者对中国未来的这个市场里面最好的把握元宇宙的一个公司。除了它本身是个游戏开发的公司，对吧？腾讯最大的钱不是从微信支付那里赚的，而是以它的游戏包括它的广告，对吧？那随着以后的元宇宙的发展，它本身的游戏业务会是一个很大的得益者除了自身的游戏之外，它还有其他的投资在其他的这个产业或者是初创企业里面所以呢，腾讯在未来随着元宇宙的发展的话，一定是会得益的。我们看看美国的公司因为这个元宇宙已经上涨了很多的，包括 Unity， 包括 Meta， 包括 Nvidia， 对吧？但是在香港这个腾讯的话，基本上现在还是在往下跌的反而我们觉得，如果元宇宙以后是个发展趋势，我们现在正在处于元宇宙发展的初期的话，那腾讯未来应该是有它的潜力来把握这个好的趋势的 ，OK？ 所以呢，这里呢给大家看一张图了，我们看到红色的是内在的企业的价值每一家公司根据它的竞争能力、未来的销售、未来的能力、未来对股东派发的股息，都有一个内在价值可以计算出来，对吧？黑色呢是市场给它的一个价位，就是我们每天看一下，股价是多少是会更加波动的，对吧？那市场的价格呢会受着我们投资者怎么去解读这些所谓的新闻，甚至不是新闻的一些反应所以股价会波动所以我们看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哇，人家还有瑞信还说腾讯股价看到800块啦，还有另外一个女股神看了腾讯要看到1000块啦，所以当时候呢，很多的这个普通的散户普通的投资者听到了之后就去高追了。股价600块、700块，还有很多人在买，对吧？到最近现在又看了，哇，不光是刚才看的那些新闻还要征这个数据税了，对吧？这些新闻到底数据税是什么时候征？有没有立法？有没有讨论？怎么去执行？大家都没有仔细的看这些具体的内容的话，第一个反应就是哇，要数据税了，又来抛售了，对吧？所以
每一次出来腾讯的股价就跌一点的话我相信现在的股价是低于它的价值了当大家都在看好的时候，有可能呢它的股价是高于它的价值了。所以它到底是高于还是低于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大家学会如何去计算一个公司的内在价值所以呢，今天总结一下，想带出一个学习的点，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如果你想在股市当中赚到钱，有好的回报的话，你一定要不断的学习和提升你的判断能力，并且愿意去做功课、做研究、做分析只有你做的比人家更加细心的功课才能够有资格赚了比人家更高的回报所以还是那一句，要投资先求知，投资之前还要做好功课，做多一分的功课，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下次再见。